在25岁之前呢，美国人丹尼·白克雷的生活可谓是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从小呢，他就是一个问题少年，也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打架冠军。长大之后啊，更是成为了一个战争狂人，还专门从事军事和情报工作，执行铲除敌军的暗杀行动。然而啊，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一道闪电从天而降，他的命运呢也随之发生改变。丹尼的家人呢，经常把雷电称之为上帝的炮火，只是他做梦啊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上帝的炮火会直接降临到自己的身上。1975年9月17日，美国艾肯市的上空啊，雷声隆隆，雷雨交加。此时25岁的丹尼正在打电话，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一股强烈的电流贯穿他的全身，丹尼被雷击中了。伴随着一股刺鼻的烧焦味道，瞬间丹尼被一股力量抛到了半空。平日看起来高高的天花板，此时是仿佛触手可及。站在一旁的太太珊蒂看到丈夫掉在半空中的场面，震惊的是目瞪口呆。闪电不仅灼伤了丹尼的身体，还融化了他手中的电话筒。医生看着眼前仿佛焦尸一般的丹尼也是回天乏术，只能宣告死亡。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啊，丹尼在心跳停止了28分钟之后，竟然奇迹般的从太平间里苏醒了过来，还声称自己从天堂带回来了117个语言。从此这个战争狂人呢，脱胎换骨，从作茧自缚的命运中破茧成蝶，重获新生。那么丹尼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天堂之旅呢？根据丹尼的回忆啊，在身体遭到雷击的那一刻，他痛不欲生。而与此同时，灵魂却迅速地从痛苦的肉身当中解脱了出来，飘在空中。丹尼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落在了床上，脚上的鞋子还在冒着烟呢，手里的电话筒已经被融化，自己的灵魂就在躯体的上方盘旋着，距离每个人大约有15尺。看到了医护人员抢救自己的整个过程，救护车还没开到医院，医生就宣布丹尼死了。确切的说啊，他的肉身死亡了，而灵魂呢正在忙碌着。他死后灵魂去了哪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飘在空中的丹尼啊，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自己死亡的身躯，却没有任何想回到自己身体的想法，仿佛眼前这个被白布盖着的焦尸和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他本想安慰悲伤的亲友，却发现此刻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在这时啊，眼前出现了一条隧道，像飓风一样离自己是越来越近，瞬间丹尼就被吸了进去，人世间的一切呢也离他远去了。我们可以脑补一下画面，很像韩国影片《与神同行》中的桥段，英勇救人的消防员死后啊，地狱使者迎接他，消防员的身体呢躺在地上，而灵魂被卷入了漩涡当中。也不知道在这黑暗的隧道里啊穿梭了多久，直到眼前突然涌现出了一片光明，丹尼这才发现自己站在了天堂里。他能切身地感受到那里弥漫着浓浓的善意。他低头看到自己的双手呈现半透明状，还微微地透着亮光，看上去啊就像大海中流动的海水，如此的美妙，无法言表。一个高级生命啊正站在了他的正前方，身体散发着耀眼璀璨的光芒，仿佛由上千颗钻石组成的一样。尽管丹尼看不清他的容貌，却能够感受到源于他的强大的能量，带给自己无尽的慈爱、宽恕和鼓舞。当高级生命围绕着他转动时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丹尼的记忆如同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清晰地回放着自己的一生，仿佛此刻啊，有人正在按住自己人生的倒推键。首先是童年时代，从5到12年级，丹尼和别人打架的次数不下6000次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一心想让别人尝尽苦头的硬汉，他从不在乎和谁打架，而且是专挑大家公认的打架高手。为了打架，他们在学校附近设立了擂台，在那里呢用拳头来争夺一个打架冠军的称号。高级生命回放着他的前半生，让他重新体验了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体会到每一个受害者的痛苦、惊恐和无助。丹尼为自己的卑劣感到无比的羞耻。不过这个劣迹斑斑的打架冠军呢，也有良心未泯的时候。一次啊，他看到了一位农夫正在用树枝毒打一头山羊，可怜的山羊啊，头被卡在围篱上，痛苦的挣扎，却怎么也出不来。
山羊只能无助地哀嚎着。路过的丹尼实在看不下去了，跳下车来，狠狠地教训了农夫一顿，把这山羊从围篱上解救下来。当记忆回放到这里时丹尼感受到了农夫的羞愧，甚至还听到了山羊向自己说了声谢谢，当然是以动物的方式。长大成年之后的丹尼，他的大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越战期间呢，上级派他做情报工作，负责有关与辽国和高棉的监视任务，这让他兴奋不已。他不断地奔走在炎热的东南亚丛林中，从事他最热爱的战斗。作为军人的丹尼曾一度固执地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那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即便以国家的名义随意杀戮也没有错。可当事件再次回放后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所有丧生者的绝望和痛苦。就在遭遇雷劈之前，他参加了最后一项任务是把一批武器运送到中美洲的一个国家。在记忆回放中，丹尼看到了当送到战区的那一刻，这些个武器就被用来射杀军人和无辜的百姓。他在天堂看到了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可怕后果，这就是他25岁之前所经历的人生。丹尼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着自己，发现以前的他过着如此自私卑劣、让人不齿的生活。他很少出手帮助别人，甚至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同胞流露出丝毫的善意。他看到自己所做的坏事，那积累的罪恶犹如一头大象，令自己不堪重负。他的心里不断地谴责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除了谴责之外，我还应得到什么呢？高级生命看到了他的心念，丹尼也感受到了来自神的安慰，就像祖父对待孩子一样无私的宽容和慈爱。高级生命并没有张嘴说话，而是通过心灵感应告诉他，人类来到这个世上应该展现美好、仁慈和善行。创造美好往往是从生活中很小的善意开始，这些小小的善行是珍贵的，因为它能展现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如果丹尼的濒死体验到这儿就结束，或许人们会觉得平淡无奇毕竟全球有太多的人有过濒死体验。不过丹尼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天堂之旅竟然带回来了117个预言，在此之后的18年间，这些个预言有95件一一实现。那么天堂异象为他揭晓了哪些个预言呢？在高级生命的引领下，丹尼的灵魂随之往上飘，来到了一座圣殿般的城市。那里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深深的敬畏，每件物品都散发着光芒，明亮又耀眼。丹尼是忐忑不安地坐在殿堂的长椅上，像是随时准备听课一样。突然，圣殿中出现了许多高级生命，身上绽放出仁慈智慧的光芒。他看到大殿中出现了13位高级生命，他们的身体散发着深蓝色的光芒，这种深蓝色带给他强而有力的冲击，让他联想到了英勇。3位高级生命并排站在平台的后面，通过心灵感应，丹尼了解到他们每一位都代表着人类不同的情感和秉性，有代表浓烈热情的，有代表忠心耿耿的，有代表风雅善感的，也有代表勇敢和精神充沛的。丹尼就像是重新接受教育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因为那里没有课本，也不需要记忆，不需要做笔记，他可以随时提问并得到回答。13个高级生命依次向他走来，当靠近丹尼时他们的胸口处会出现一个盒子，如同录影带一般大小，而且随着越走越近，盒子会自动放大，将未来所要发生的大事件展示给丹尼看。丹尼被盒子里的画面深深的所吸引着，自己仿佛身临其境。这样的情形接连发生了12次。那么丹尼从画面中到底看到了什么呢？这里咱们要插一句，在1975年，濒死体验极少被人们所提及。在当时如果死而复生的病人坚持谈论濒死体验，会被医生认定为精神病狂想症。没有人想听那些个离奇而远离现实的天堂异象，甚至有人认为所谓的濒死体验只不过是病人的噩梦和幻觉，所谓的心灵历程不过是魔鬼的杰作。美国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雷蒙·穆迪博士专门研究濒死体验，他将收集的濒死案例收录在《来生》一书当中。这本书后来也成为了世界畅销著作，也是医学界很有名的濒死体验研究著作。雷蒙从报纸上得知了丹尼死而复生的消息，在采访丹尼之前雷蒙已经接到过上万名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打过来的电话。虽然他听到了不少关于灵界的一些景象，但对于丹尼所陈述的天堂之旅由于太过于超现实，就连雷蒙也是半信半疑。
在采访当中，丹尼告诉了雷蒙自己的灵魂曾经去了什么地方，还透露了高级生命所揭示的预言。比如第1个盒子到第3个盒子出现的画面是美国陷入了精神道德衰败中，随着人们越来越反神，对美国的立国精神呢也丧失了信念，很多人出现了心灵空虚的景象。丹尼清楚地看到了国家会陷入庞大的债务危机而无法自拔，那些金钱离开屋子的速度比进来的速度还要快，年轻人变得犹如荒野中的野狼，狂躁暴力，四处掠夺，犹如黑社会电影中的场景不断地在他的眼前出现。在第11个盒子当中呢，他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因为战火的摧残而崩塌。在第12个盒子里丹尼看到了电脑病毒、计算机芯片几乎已经深入到各个技术层面。他还看到某位世界首富企图将芯片植入人们的皮肤里，以方便政府可以随时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在高级生命展现出的画面当中，他还看到了许多天灾，一些原本肥沃的土地呢，因为干旱变成了沙漠；原本长着小麦和谷物的地方，最终也成为了焦黑的沙漠。在另一些地方却是暴雨如注，飓风卷起的土壤表层将大地摧残成一条条满是泥浆的黑水河。饥饿的人们拿着空碗沿街乞讨，有的人由于太过于虚弱，连讨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蜷缩在地上，在绝望中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丹尼对雷蒙说，1990年中东会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其中一支军队将会被摧毁，苏联会解体，会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件。雷蒙听到这儿只是敷衍的点了点头，淡淡的说道：“哦，我知道了。”但是丹尼觉得他并不相信，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连丹尼本人自己都很难说服自己。在盒子里的画面当中，丹尼竟然看到了自己，他看到自己和一名陌生的男子正行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看到两旁都是民众在抢购食品。起初丹尼并不清楚那名男子是谁。可当他在接受雷蒙采访的当天晚上，自己强烈的预感到那个人应该就是自己眼前的采访者雷蒙。当时的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普通的美国公民很难有机会进入苏联境内，而丹尼从事军事和情报工作，涉及到国家机密，除非官方的正式访问，否则他根本也没有机会会来到苏联。而苏共认为雷蒙的著作有颠覆性，禁止在其境内出版。天神超前按动了快进键，让丹尼看到了未来。时间来到了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丹尼和雷蒙一起参观了莫斯科，两个人亲眼见到了俄罗斯人排队抢购食品的这一幕。当时雷蒙惊奇地望向了丹尼，原来他想起了当年丹尼所说的预言，这一幕在15年之后真的实现了。对于丹尼的濒死体验，不知道视频前的观众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